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今天咱们看一下这块保护板的蓝牙模块部分。蓝牙模块呢是能够通过保护板的蓝牙模块与这个单片机进行通讯，把这个通讯的信号呢传给我们手机的 APP， 也就是蓝牙客户端。一般它能够检测电池的电压和每节电池的电压，以及电流值，还有它的温度值。温度呢是通过保护板上的温度传感器把这个信号加到单片机的 ADC 端进行检测以后，通过串口发送到我们这个蓝牙模块，再通过蓝牙模块发送出去，送到我们的手机客户端。电压信号是通过我们的单片机进行电压的 ADC 转换，同时把这个电压值通过我们的蓝牙模块传送到手机。另外呢，也能够通过手机的客户端，经过开关信号，通过这个蓝牙模块加到我们的单片机进行一系列的控制，比如说充电场馆的控制以及放电场馆的控制，或者用来修改充放电的电压值。我们看一下它的电路构成，这个位置有一个场馆，它的原极是接地的，它的山极是通过这个电阻接地，然后这端是接到我们 MCU 的开关引脚上，它的漏极就接在我们这个板上。很显然，当它导通的时候，就给我们这个板提供了一个回路接地。它的供电呢是接在我们这个 3.3 伏上，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蓝牙板是 3.3 伏供电。当这个场馆导通的时候，这个板就开始工作。这个位置是一个指示灯，在这里这个蓝牙板只用了一个 RxD 端子，也就是与我们单片机的发送串口通讯，把保护板的状态实时发送给手机客户端。由于其他引脚没有跟单片机相连，所以它没有使用它的 TXD 端子，也就是说没有控制保护板的引脚。我们说一下它的维修。如果发现手机客户端不能够接受这个保护板的信号，首先我们要测量这个蓝牙模块供电是否正常，因为一般的供电是 3.6 到6伏，也有的是 3.3 到5伏。首先看它的供电正不正常。这个指示灯它是一个状态指示灯，这个指示灯显示是否正常。大多数厂家都有它连接状态的说明，正常是待连接的时候它是快闪，当它连接上以后是2秒隔一次一闪，跟我们这个蓝牙模块的型号也有关系。那么我们看这个手边有一个蓝牙模块 RxD， 就是蓝牙模块接收要接单片机的 TXD 端子， TXD 呢就是蓝牙模块的发送要接单片机的 RxD 端子。供电那很显然就是一般这个就是 3.3 伏供电，接地是通过这个三极管来控制它的开关的。那么也有的如果要收还发的话，也可以直接给它供一个接地，当然也要有开关，因为我们为了防止保护板功耗过大呢，我们在不需要蓝牙模块的时候可以把它关掉。这个 EN 端子呢，它是一个控制端子，平常呢是不用的。我们看在这儿有一个开关，在我们需要设置这个蓝牙模块的波特率啊，还有它的一些参数的时候需要这个端子，在不需要的时候这个是空角。那么也就是说要连 VCD 和这个发送引脚和这个接收引脚。这边这个呢是一个状态指示灯，我们可以把这个状态指示灯接出来，也可以在这个板上。我们看这个蓝牙模块的体积看着比这个大，实际上它上面是有一个小板，把这个小板卸下来以后跟它是一样大的。这个外围电路它在这边都已经接出来了。如果我们发现这个蓝牙模块的供电正常，它的 RxD 输入引脚有脉冲，也就是单片机已经发送出脉冲信号了，那么我们的手机客户端接收不到它的信号，我们可以考虑更换这个蓝牙模块。刚才我们也看了，它一共就是这几个引脚，我们也可以接其他型号的蓝牙模块给它更换。
因为蓝牙模块一般默认的波特率是9600，它就是输出一个串口的信号，把这个信号呢变成一个频率信号，再经我们手机客户端的蓝牙接收以后，把这个数字信号显示在手机上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